大频道文大吉，世间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那这句话出自《红楼梦》，把世间的事儿弄懂了，处处都有学问；把人情世故摸透了，处处也都是文章。那大多数人呢，都是从上学时期开始对人情世故有所理解。同窗几载可以成为美好回忆，变成社会上的固有资源；反之，也可以成为一生之中难以磨灭的伤痕。这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所以同窗情感也并非全都纯粹。今天要复盘的是曾轰动一时的复旦大学投毒案。那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13年。2013年4月15日深夜，复旦大学官方微博发布了一则公告，让这所百年名校陷入舆论的漩涡。一名在读研究生因为身体不适而住院治疗，短时间内病情急转直下，出现昏迷和肝衰竭现象。因为原因不明，已经请求警方介入。警方竟在相关寝室饮水机内发现了有毒化合物，并且调查已经有了进展。信息公布之后，立刻引起了民众和媒体的关注。当时已经介入重症监护室的人叫黄洋，1986年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荣县，复旦大学医学院的在读硕士研究生，正在考取博士。一切的起因呢，都是因为在4月1日早上喝了一口寝室饮水机里的水，但发现味道不对，以为是过期了。为了防止被室友喝到就倒掉了剩余的水并清洗了一下。当天下午，他出现了发烧、咳嗽、腹泻等症状，医院初步判断是肠胃炎，就进行了输液治疗。黄洋也没有太在意认为只是吃错东西食物中毒，还和同学很轻松的就聊过这个事情。可换谁也不会想到，接下来的10多天情况会急剧恶化。当天晚上开始，黄洋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4月2日看急诊，化验结果显示肝功能出现损伤，住院治疗。4月7日，黄洋开始鼻孔出血，治疗对他不起作用。4月8日，黄洋陷入昏迷。复旦大学邀请上海知名专家对他进行治疗，但苦于找不到病因，没有起到效果。抢救陷入僵局。4月9日，警方介入调查，在宿舍饮水机内检验到有毒化合物 N2 甲基亚硝胺，黄洋也已被证实是有毒化合物中毒。4月12日，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书。4月16日，也就是微博发布的第二天下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宣布没能挽救回黄洋，一颗医学界正冉冉升起的新星就此陨落，终年28岁。从病发到最后离开，只有半个月的时间，黄洋的家人痛不欲生，众多同窗好友也陷入无尽悲伤。每个人的生命都很宝贵，能进入百年名校复旦大学，说明他在求学生涯以及家人对他的培养都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他的离世是一个家庭的灾难，但精英的逝去，同时也是复旦大学和这个社会的损失。然而，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是在这种无助之下永远离开了。同学们自发悼念他的同时，社会的关注和舆论也已经到达了顶峰。复旦大学召开了一次小规模记者会，通报相关的情况。饮水机中残留的化合物被控制的嫌疑人都把事件的性质指向刑事案件，一场在平静中完成的杀戮，这就是犯罪。本应严格管理控制的有毒化合物，为什么会出现在学生寝室？嫌疑人是谁？针对黄洋下手，又是存在怎样的深仇大恨呢？N2 甲基亚硝胺是浅黄色的油状液体，一般用于医药及食品分析研究。易溶于水接触可引起肝肾损伤，摄入、吸入或皮肤吸收都可能致死。复旦大学医学试验论文的相关资料中详细记载了化合物的所有细节，而实验论文的作者正是黄洋同宿舍的室友林森浩。他中的毒居然就是室友长期以来研究的对象，由此警方把林森浩列为犯罪嫌疑人。4月11日就把他带走进行调查。被带走之后呢，所有认识林森浩的人都说，这警方肯定搞错了学业成绩暂且不说，这就是一个老实人性格稳重，不急不躁，待人接物也没毛病，怎么可能干这么恶劣的事情而且就在年初，这林森浩已经和广州一家医院签约了，工作都确定了，就没有理由去自毁前程
当时黄洋家人赶到医院之后，还经常能看到林森浩。这黄洋父亲到上海的当天晚上啊，因为没有地方住，还在儿子的寝室和林森浩同住了一晚。这林森浩非常淡定，嘘寒问暖啊，不断关心黄洋的身体状况，还说我们两人的关系啊，平时相处的很融洽。这黄洋情况恶化之后，还告诉他们可能要做肝移植手术，说了一堆关于医学的专业术语，还安慰家属啊保持乐观。而就是这样一个同住2年多、住院期间费心照料的室友，会是背后造成这起悲剧的始作俑者吗？警方很快对外宣布，林森浩承认了自己的罪行。4月25日，上海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向检察机关提起正式逮捕林森浩。社会舆论一片哗然，在细节还没公开的阶段呢，就有人猜测是因为两人存在竞争关系，导致林森浩心生嫉妒，所以投毒。但很快这个猜测就被否定。虽然两人同住一寝，但却并不是一个专业，也不是同一科室，也就不存在竞争的关系。可警方公布了初步调查结果后，这个动机更是让人难以接受。4月1日是愚人节，林森浩说自己想借机开个玩笑，整他一下，所以才产生了投毒行为。经林森浩的事先预谋，2013年3月31日，他将存放在实验室里的化合物带回宿舍，监控拍到了他当天下午的画面，手中黄色袋子里面装的就是一个药瓶，药瓶里有残留的 N2 甲基亚硝胺约50毫升。回到寝室之后，趁没有人，把化合物投入饮水机水槽，随后又出门把袋子扔掉。愚人节的早晨，黄洋喝下了那一杯水直到15天之后离世。即便是看到了黄洋情况恶化，这林森浩却没有说出真相，直到警方调查到自己的头上，这怎么会是开玩笑能做到的程度呢？那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呢？这林森浩和黄洋都是寒门子弟，也绝对都是励志的典范。黄洋1985年出生在四川自贡荣县，家中独子。第一次高考对成绩不满意，复读过1年重考，以690分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后获得直研资格，成为复旦大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那上大学时就没有花过家里的1分钱，学费和生活费都是通过助学贷款和勤工俭学，很注重自己的社会阅历和生活品质曾经2次被派去香港交流，并多次参与支教。为人性格热情开朗到哪儿都能和别人玩到一起。事发的2013年初，他又通过了考博初试，是复旦大学耳鼻喉科博士初试的第1名。本应该在年底再次去西藏支教，但已经无法实现了。那林森浩1986年出生在广东汕头，家中5个孩子，他排老3，是长子，成绩一直都是顶尖的，他对此也非常的在乎。高考顺利考入了中山大学医学院。2010年因成绩优异被中山大学推荐，面试进入复旦大学医学院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攻读研究生。他的性格沉稳，爱好打篮球，玩三国杀，没有很多年轻人那种心浮气躁和狂妄的问题，还要拿出一部分钱来给弟弟妹妹上学用。两人不同的成长轨迹在2011年的复旦大学产生交集。正在读研2的林森浩和黄洋、葛某成为了室友。寝室里是4套上床下桌的组合床，进门左手边的床铺是空的床下的桌子上放着饮水机。葛某是上海本地人，很多时候都不住在寝室，3人同住一室，但是关系一般，都有各自的圈子。这林黄两人家境都不是很富裕，但性格却有很大的不同。这林森浩因为身负供养弟弟妹妹的重担，所以很要强，但一直都感觉是在绷着神经，很敏感，平时过得很仔细，就不属于那种说说笑笑的人。那黄洋是那种看美剧讨论明星八卦，讨论女孩子有话直说的性格，偶尔开个玩笑会不顾及对方的感受，过得也很仔细但同时也追求生活的品质和公平，不占别人的便宜，但也不会吃亏。那比如寝室内的水电费都是成员 AA 制，这葛某在寝室单独有一个小冰箱，这个黄洋感觉这个就比较费电，就直接挑明让他每月额外拿30元电费。葛某就拿钱嘛，他完全不在乎这几十块钱的差别但是黄洋就可以算得很仔细。黄洋喜欢开玩笑，偶尔就随口贬低别人一下，那同学朋友能看出是在开玩笑，就再怼回去，你是傻子
啊，你才是傻子呢，就类似这种哈。这男生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的话，这也算正常，但在林森浩这里却起不到同样的效果。黄洋和他开玩笑得到的反应一般都是冷漠，不苟言笑啊，或许他的内心是很不爽的。2013年2月，林黄两人在饮水机费用上产生了分歧。林森浩认为自己平时喝水少啊，这个平摊费用不合理，就拒绝再付水费。这黄洋和林森浩还为此发生了争执，最终结果就是林森浩自己买水喝，由此双方就互相看不惯了，也很少说话了。这林森浩还删除了黄洋社交账号的好友关系，这两人的过节也就仅此而已。没有激烈的争吵，也没有肢体冲突，却转化成了那样一起惨剧。这个林森浩到底在想些什么？那所有人就百思不得其解。但确实因为他的恶劣行径，才夺走了一个高材生的性命。这期间，黄洋的同学和朋友这联名写信要求法院务必判处林森浩死刑。2013年11月27日，林森浩投毒案一审开庭。林森浩也公开了自己一系列心理活动，两人呢确实发生过不愉快。黄洋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生活情调，反之林森浩就感觉黄洋有点自以为是。久而久之对方的任何事情都会让自己感到不爽。案发前2天，3月30日晚上，包括林黄两人在内的几人呢，在别的寝室闲聊，黄洋就开玩笑说马上还有2天就是愚人节了，打算整人。边说边拍着同学的肩膀林森浩看着这人是满脸得意，就内心突然萌生出了一个想法既然你那么喜欢开玩笑，那愚人节我就整你一下刚好第2天要去实验室。因为听说有人拿这种化合物搞过其他同学，所以自己也是效仿着拿这个药去整黄洋。倒进饮水机之后呢，也想着对方不一定会喝的，因为味道比较浓，然后又黄又油应该一眼就能看出来。这天晚上心里就一直很纠结这个事情。寝室只有他们2人，依然没有任何沟通相继睡去。第2天早上8点，黄洋接水饮用的过程他都在场，一直都在床上躺着看会发生什么事情。黄洋用一个白色的杯子接水抬手就喝进嘴里，又因为水中的异味就吐了出去，但还是咽下去了一部分，然后就一直在干呕。但这个过程很快黄洋并没有感觉有任何异样，因为这桶水是1周前买的，他感觉是水变质了。这一直看在眼里的林森浩说对方没有看出来，直接喝了，出乎了自己的意料。但自己的本意就是一定要整对方所以第一时间肯定是不会去阻止，而且也没喝多少感觉问题不大，应该没有什么事最多就是身体难受而已。可最终却造成了严重后果但只是一个巧合。在整个一审过程林森浩面无表情，冷漠至极。他的逻辑我给总结一下水有奇怪的味道，但不是我强行让他喝的我的错误在于不计后果整蛊对方，并不是故意杀人，只是出于愚人节的作弄。这林森浩撰写了很多相关临床研究的论文，从他的专业角度来看，太了解这种化合物了。那根据造模剂量1000克的白鼠注射50毫克的原液，即可导致肝纤维化。这种药物1毫升的质量约等于1克，对于一个65公斤的人来说3毫升左右的 N2 甲基亚硝胺就足以致其死亡。他当时带回去的总剂量约50毫升，自己说投进饮水机之后呢，已经导致水变黄变油，这种程度还说问题不大，那就是自相矛盾。还有一个可怕的细节林森浩是当时黄洋所在医院超声科的实习生，刚住院期间，他为已经中毒的黄洋做了1次 B 超，然后跟黄洋还有同在看望的校友说胃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然后又说了一句肝脏也没有问题。而实际上肝脏问题很大，但因为是自己导致，所以很心虚，害怕有人从肝脏问题就延伸到了化合物，所以就这么掩盖了一下，然后马上转移话题。然而这也让自己彻底错过了赎罪的机会，也让黄洋彻底失去了继续生存的希望。2014年2月18日，案件一审判决结果出炉，林森浩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书上写明，经查林森浩因琐事与被害人关系不和，最终主观上希望被害人死亡。关于说自己是出于捉弄的动机和间接故意杀人的辩护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一审后的1周，林森浩委托律师正式提出上诉。那判决之后，事件再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他此前的林林总总啊，也被人爆料在网络上。大多数人啊，接触的都是林森浩正常的一面，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内心的灰暗。2005年，他高中毕业到广州啊，进入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随之而来的就是待遇上的落差。那高中时期，他是优等生和全校的明星，但进入大学后泯然众人啊，褪去了那一层光环。他的性格要强，但是又不自信。同学总结啊，他比较记仇，但绝不轻易外露。内心想要表现，却又自我矛盾来回拉扯，他就找到了一种特别的宣泄出口啊，就是在网络上发泄情绪。2009年的夏天，在一次医院实习中，林森浩和本科的室友就起了争执。1年后啊，大家都毕业了，他申请了一个新的社交账号，冒用别人的名字，用非常粗鄙的言语大骂那个同学。2012年开始，他在微博上记录生活，大都是一些实习期间的治疗案例，有时候也会重拳出击，和人在网络上对线，用词犀利，有时候也很肮脏，和现实中截然不同。不断在阴暗中滋长的报复心理，或许也是这个事件的关键因素。这2审开庭前，林森浩亲笔书写了一封道歉信给黄洋的父母，全文是1400多字，就节选一段书信的内容。人生若只如初见，那该有多好啊！那时候黄洋和我都信心满满，在各自的梦想道路上拼搏着。至今我无法原谅自己，黄洋在住院期间，我没有勇气说出来。尽管我并不希望他离开，但那时候我是一个十足的懦夫，只会消遣逃避，自欺欺人，不敢担当。事到如今，我也只能很苍白地说对不起，叔叔阿姨，给你们跪下谢罪，希望你们平安，希望你们保重身体，也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的灵魂。罪人林森浩，2014年3月14日。那对于黄洋的父母来说，一审判决前呢，林家人从没有过哪怕一条信息的问候和道歉，现在呢，突然就手写了一封态度诚恳的道歉信。同一时间，那林的父母也开始多方联系啊，想要找到黄家去道歉。那这里要说一嘴啊，没有必要去过分苛责他的家人啊，在他们的立场是完全不会相信林的内心呢会阴暗到那种程度，因为此前实在太过优秀，所以不敢相信儿子是故意杀人。作为父母的行为啊，很多时候也都是很被动的无奈之举啊。可对于黄家人来说，对方态度冷漠，而害死黄洋的理由更是荒唐的开玩笑。他们实在没有心呢去宽恕和原谅这一切，可是却有人替他们原谅了。2014年3月31日，177名复旦大学的学生自愿签名关于不要判林森浩同学死刑的请求信被寄往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内容写着：我们是复旦大学的学生，请求法庭不要判处林森浩同学死刑。那投毒导致同学黄洋死亡，其罪严重，后果惨重。林本人必须痛彻心扉的忏悔啊！如果得以生存，应以一切办法为受害人父母尽孝赎罪。林森浩在汶川大地震发生的时候，从平时节约的钱中捐出800元，是捐款最多的学生之一，发表过8篇论文，刊登在国际有影响力的学术杂志。此外，工作期间坚决不收病人的红包，还曾为农民工服务1周。至始至终啊都很热心，平时也是节俭朴素，所以林森浩不是那种极为凶残的人，不应该被判处死刑。177人联合签名啊，他们认为人多就能代表民意啊，如果非要概括一下的话，就是3个词啊：牵强、幼稚、没有人性。因为他们是林的同学啊，亲疏远近关系决定立场，所以这封信也无法代表民意。恶人身上的人性闪光点和他犯下的罪恶不能互相抵消，更不能干预司法的进程。那签名的177人有什么资格去宽恕罪人呢？啊，这种大爱是不经过换位思考的，也是对受害人极其不负责也不尊重的。事实证明啊，这封信完全起到了反作用，更引发了所有人对林森浩的抵触情绪。他的结果啊，必须是死刑。2014年12月8日的2审开庭，作为上诉人林森浩的表现和1审有所不同。相比于当时的冷漠淡定，2审曾几度哽咽、哭泣、抽搐，以至于法官多次提醒他控制情绪。
他推翻了之前的部分供词，说化合物的剂量很少啊，不到50毫升，投入到饮水机里之后呢，还做了稀释。用小白鼠的临床研究表明，稀释过后啊，并没有完全死亡，所以对黄洋的伤害也不大，就没有杀人动机，只是想看他中招以后会采取怎样的应对。新聘请的2位辩护律师提出啊，没有证据能够显示林的投毒与黄的死亡有直接关系，黄是因为死于爆发性乙型病毒肝炎，和 N2 甲基亚硝胺无关。律师能力很强啊，充分理解案情中牵涉的各种专业知识啊，也因此啊，控辩双方产生了激烈的交锋。庭审呢，从上午10点一直到晚上11点，长达13个小时。最终的结果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而之后进入死刑的复核阶段呢，林森浩的父亲还是不敢相信这一切。他给父亲的亲笔信中写道啊，事实胜于雄辩。而在事实面前呢，巧舌如簧，也只能是信口雌黄。我确实啊向黄洋投了毒，我只能认，也必须认。2015年12月9日，最高法下发核准林森浩死刑的裁定书。2天后，复旦大学医学院学生投毒案的罪犯林森浩被依法执行死刑。此后，黄洋的家属也追究了复旦大学及相关机构因为实验室管理不善导致化合物被轻易带出的责任。那林森浩很长一段时间使用的签名是一句电影台词 Remember, hope is a good thing。 那心底存有美好希望的林森浩自我评价，有时候我斗志昂扬，走路像风，谈吐滔滔不绝，喜形于色；有时候我忧己及人，满腹愁肠，尽显多愁善感，宛如闺女；而有的时候我莫名其妙，乐哼小曲，行路无视他人，乐在其中。我是一个怪人，有着一颗自强不息、进取心的怪人。林森浩很清楚他自己存在两面性他的笔记正好也可以映射出这一点。因为自己不懂人情世故，不善交际，自知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他的笔记中经常是右边记满医学理论，左边记录各种名言警句和人生感悟，试图用这种方式改善自己为人处事的方式。而希望是美好的，可实际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没有利益纠葛，而只有琐碎纠纷。杀人的不是致命的毒，而是扭曲的心。那事件至此已经完结，林森浩受到了正义的制裁。然而等待硝烟全都散去，我们才会发现，其实这里没有所谓的赢家。2个年轻人都可以成为国之栋梁，却没能触摸到属于自己一片光明的未来，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面貌相继离开。这2个家庭也早已支离破碎。黄家人永失独子膝下空空，林家人也找不回了长子满眼凄凉。他们眼中满怀抱负、意气风发的2个少年再也回不去了。纵然人性之幽暗总叫人无法直视，或许在一瞬之间你会感到已经在失控的临界，但一念之伤，冲动一时，终毁一世。毁灭别人也是毁灭自己敬畏生命，三思而后行。那好了，以上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到最后别忘了点赞、订阅、小心了。拜拜。